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現在在自貢的愛業鎮。上次來這邊探過店，粉絲推薦這下面還有一家川式小館，做的菜不錯。我們現在來都1點多了，這是剛吃完飯的客人。這家店叫做999酒家，4個9，韭菜的韭，酒店的酒，前面是99。我們5個人，你推薦哈？主要是你喜歡。你们卖的啥子卖得好，你跟我上啥子？我这上面这几排的都做得比较好。那你心目中排过名次前4，跟我上上来。看你喜歡嘛，比如啥子腰花啦、魚蛋啦這些。好吧，腰花、魚蛋吧，還有啥子？還有老花啦那些。老花算嘛，老花都經常的吃。有兔兒呢？兔兒有蔥香兔兒跟酸菜兔兒就比較有特色。蔥香兔它就是炸呀嘞，炒的干辣椒，干香干香那種。然後酸菜兔就炒的酸菜跟泡椒，就比較下飯。來個酸菜兔嘛。寶蓮，熱菜點啥子？推薦一個。你不吃淮山吧？啊？有鱔魚。鱔魚嗎？這些都是去了湖的鱔魚，你吃了。是土鱔魚嗎？是養殖鱔魚？土鱔魚啊。咋子做的嘛？就是乾燒的兔子。138份，138要好重啊？这种。一斤刮下來差不多5兩左右。1斤花的是不？對。哦，138就138，點一份。點個小菜嘛的。小菜有油菜、油梅菜、滇花白、牛皮菜。牛皮菜嘛。現在我們菜已經點了，它這個廚房是敞開式的，我們到廚房裡面去看一下，能不能投下師。這就炒我們的菜是不？對。好。可能炒鱔魚是韓國哈。給你家就已經都準備了，現在那邊在外面。在刮是不？對，下刮。哦，我去看看。先燒哈。哦，這裡根花了，這黃鱔有好重啊，這個。我的一份1斤左右。這一條有3兩沒得，不止嘎。大的有3兩啊。1斤花到好多兩啊？你們2兩左右。6兩啊？他從這個頭割一刀，然後慢慢的往下面拉。呀，這個血脂是標。這是腸腸肚子這個，把腸子給它理掉，然後找到這根骨頭。哦，你是把錢治了來花的，難怪的，我每次花都花不乾淨。你這個是花的出成的還高一點啊。他說的你就沒啥子丟頭了嘛。哦。我就還有個你這個黃鱔大條，如果是1兩一條的話，有得花用。現在要下鍋炒了。你看我們自貢菜館裡面辣椒都有好多種了，乾辣椒、小米椒，這個是泡椒。鱔魚下鍋了，搞點鹽。這一般大條的鱔魚才用來炸。這黃鱔要剁好久啊，老闆兒10分鐘左右。要剁10分鐘左右，嘎。哦，好。哦，它放到另外一個地方，慢慢給它燒起來，做下一個菜。這樣子做哪個菜啊？魚蛋。哦，魚蛋要剁起來是不是？泡椒、大蒜、小米辣，下鍋了。哦，這操作太溜了吧！廚房我們就拍這麼多吧，不把老闆的秘密都給人拍下來。他這家店其實離馬路最多就1.5米，3間瓦房的那種感覺，但是生意看得出來很好。這是我們的菜啊，好快檔哦！這個菜這麼快都上來了，我的筷子還沒有準備弄開呢。這個燒魚蛋試一下啊，先嘗一個。中間是嫩的，外面這個一咬是粘牙的，然後上來這個油很符合自貢菜的特點，再就是一個辣味很正宗，它的魚蛋很新鮮，看得出來是今天現取的魚蛋，不是那種冰箱裡面的，不是凍貨。這個時候的鯉魚蛋呢，它吃起來很嫩，但是過一段時間之後，這個鯉魚蛋就變得比較糙，過一段時間就得吃鯽魚蛋了。香辣味很足，这个辣度对于我來講中等偏上，
這個魚蛋88算便宜的了。它下面墊的東西的，下面墊的是黄瓜、木耳之类的。这个鱼蛋它烧的比较生一点，但是呢，泡一会儿它自己会熟。你看，夹開了之後，它中間你看到沒有？中間它不是一粒一粒的。如果說這個煮熟了之後，它會脹開，它會膨脹。這個中間沒有膨脹，說明還是比較嫩的。吃不來嫩的話，一定跟老闆講，叫它稍微搞老一點。88塊錢，價格非常公道，這麼大一盆，鮮度、辣度都有。打個分的話，起碼88分。好，下一道菜，炒腰花，試一下這道菜。這刀工明顯是我吃過的自貢菜裡面刀工算是比較好的了。這腰子選得非常好，選的白腰。腰子好不好，你只需要看顏色，顏色白不白。如果上面有紅色的血絲、烏色的、紫色的腰子都不健康，那個豬。而且豬腰好不好吃，口感好不好，取決於這一個豬肥不肥、大不大、養的時間長不長。這個辣度還是一樣，跟魚蛋偏辣。這個腰子呢偏嫩，多少錢？60。這才60啊！就這種腰子的話，它分時間。現在11月份的時候腰子就便宜，因為現在大家做香腸臘肉殺的豬就很多。但是如果是在夏天的話，腰子就貴，因為那個時候宰殺豬沒有那麼多，豬的消耗量不大，腰子就少，一少的東西就貴。所以大家吃腰子的話，一定是這個時候的買的腰子，又便宜又好。夏天的話是又貴又差，餐館的老闆還搶着要，你不要啊，你嫌差沒有。下一道牛皮菜。這道菜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牛皮菜。我們小時候那個牛皮菜長得很大一根呢，主要這個就是用來餵牛的。炒這個牛皮菜油放的比較重哈，一點辣椒沒放，跟老闆要求了。但是啊，這道菜只能給60分，這個嗆火了，油煙味太濃了，鍋裡面都火了。它這個是提前燒出來的，知道吧？提前煮好了。但是為了圖快，鍋裡面都火了，這個油溫過高，這個菜只能給60分，啊，放一邊，多1分都不行。這酸菜兔，這個腿是懸掛的吧？懸掛的嘎？對，都是天天早晨懸掛。早上懸掛的。這個兔子新不新鮮？你看一下這個紋絡，它這個紋絡明不明顯？這兔子呢，吃到嘴裡的感覺比較 Q 彈，然後呢又嫩。在我看來，這個就是鮮辣兔加了酸菜，就是小米辣泡椒，然後2金條切碎了，放了薑蒜一起炒出來的一個很下飯的一個菜。這道菜55塊，55塊按道理來說，兔子55塊不算便宜也不算貴，但是如果去了骨的話，就很實惠了。老闆是個講究人，活兔子大概10塊錢1斤，但是兔子呢，一斤兔子只能出半斤的肉。然後加上採購啊，亂七八糟的，這個成本大概食材成本大概在25塊錢1斤。看沒？這個兔子剁的鐮刀，不是刀不夠利，是這個兔子的肚子的那塊的筋，它比較扎實。很口感。這個的味道就是腰子的味型上面基礎上加了酸菜，所以我們自貢菜。就是這種小館子啊，你點幾個菜端上來的話，顏色啊、配料啊大差不差，都差不多。但是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食材新鮮，味道鮮辣，爽口下飯。好，下一道這個黃山啊，這一看就是我們自貢正宗的風味啊。上面撒的這個叫魚香葉，我學名叫藿香。藿香正氣水，就是用這個東西做的。然後這個是獨蒜，嘗一下獨蒜，燒趴了沒有？哇，這個辣度我感覺比前面的還辣。大蒜燒的口感正好，不是特別趴，但是我靠。吃了個大蒜，我這個汗水都冒出來了。好，繼續啊，嘗一塊鱔魚，
这个鳝魚現在已經很趴了，感覺。這個大條的鳝魚有個特點，就是肉厚。過油的目的就是去除它的腥味兒，然後油鍋裡面嗦一下，再進去燒，不管你燒多久，它不會爛，這是它的一個優勢。小黃鳝的話呢，比如說比筷子粗一點的，小拇指那麼粗的，那個吃的是一個脆，這個吃的是一個肉厚糯，嘗一下味道。這鳝魚燒透了，很糯。果然還得是現刮了。再來一塊。這道菜雖然說138啊，捨得下料。這個大小的獨蒜應該是8、9塊錢一斤。冬天的鳝魚貴啊，如果有渠道的話呢，就是50塊錢左右；沒有渠道的話呢，就是7、80。因為現在天氣冷了，鳝魚不好抓，懂行的人就知道了。如果是土鳝魚的話，是不貴的，是很實惠的。這個味型的話，跟香蕉魚蛋有點區別。就這道菜沒有特別重用薑，而是重用了獨蒜，蒜香味非常濃。然後辣度的話，比魚蛋稍微辣一點點。外水的朋友，我做一個示範給你們看，吃這個鳝魚要藿香就着這個鳝魚一起，看到沒？這樣子吃才能夠有一種複合的味道。而且還有一點就是燒這道菜一定要用菜籽油，菜籽油呢佔7成，豬油佔3成來燒這道菜。花椒一定要用漢源花椒或者是說茂文紅花椒，如果說喜歡重口味的，再加一點青花椒都可以。好，嘗一下味道。不錯，這鳝魚無論口感、味道都沒毛病，唯一一點點可能燒的時間長了1、2分鐘。在我心目中也給一個分數的話，95，口感的話呢93，整體上都吃的差不多了。好，我們開飯。你知不知道是不是早都已經得流口水了？早就流口水了，嘿嘿。現在我們已經吃完了，吃的我們滿頭大汗。這個大概吃了60%，剩下的我們打包了。然後我們現在去買單。好多錢呢？我們買下單。369。哦，369塊錢。對。好嘞，好嘞。現在我們吃完飯了，總共買單是369塊錢的菜錢。然後呢，菜的味道、口感都沒得說，唯獨一點就是，如果你不是自貢的人哈，一定要讓他減辣度。你也別說你是四川人，所有的四川人來了自貢吃的辣椒，都可能會超出你們的一個範圍。比如說你是四川人，你吃的特辣的，你來這兒一定要說中辣；如果你是四川人吃中辣的，你來這兒一定要說微辣，就是要降一個層級。整體來說，菜還是特別具備我們自貢的一個風味兒，就是一個辣度。你能接受的話，推薦你5公里可以過來試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到這裡，拜拜。